我们新疆人普遍有个特点，牙齿好看。不光是年轻人，就连90多岁的老人也一样。这背后有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。唐朝的时候，有一支波斯商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新疆，长途跋涉，旅途劳累。队里有不少人嘴巴已经干裂了，疼痛难忍。这时，年迈的老者会拿出一颗小果子，让大家含在嘴里。虽然味道很苦涩，但很快就不疼了。这个小果子就是传说中的西域三宝之一，与冬虫夏草和天山雪莲齐名的春虫秋果，学名墨石子，是流传千年，专治口腔问题的中药材。像新疆的长寿村里，老人们都习惯用它泡水喝。90多岁的高龄，一顿还能吃2个馕。后来，新疆数1数2的药企新期康，为了更大程度发挥墨石子的功效，提取出了墨石子酸，做成了西帕伊植物含舒水，专门针对拔牙、发炎引起的牙痛、见红等问题，起效快还温和，很快成为了各个口腔诊所的销量 top， 累计销售了1亿多瓶。当然了，说到底还是药，不能天天用，所以后来新期康又研发了西帕伊墨石子牙膏，跟含漱水同样的功效，而且净含量翻了2倍。这牙膏上市以后卖的最多的还是新疆本地人，还没有被推广出去。但现在西帕伊有线上旗舰店了，大家如果有牙齿酸软、疼痛、出血等情况，都可以买1支试试。我用的效果还很不错，而且你在这个牙膏评论下面经常会看见牙膏非常好用，以前刷牙总会牙龈出血，现在怎么刷都不会出血了。这种说法是不是打破了大家对正常牙膏的认知？只能说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藏。作为新疆妹子，真的很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西帕伊，让新疆的好东西真的能走出去新疆，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咱们中医药的神奇。8楼为什么叫8楼？因为它真的有8层楼高。现在停靠在8楼的阿路汽车已经在这里等着大家了。在刀郎老师演唱会期间，8楼将成为最大的刀米驿站，钟楼和北楼门前的车辆将全部被清空，搭建2个大舞台、5个小舞台，让我们的刀迷进行欢唱。演唱会期间，8楼将住满刀迷，而且现在也只有刀迷才能预定。8楼将设置很多的打卡点，刀郎厅也将会给刀迷提供专属的拌面烤肉特惠。从这个门进去，就是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提供的室内的应援中心。看看这个场地够不够大？看后面还有大屏幕，还有音响。我们将会在这里挂满刀郎老师的照片跟海报。全国各地的刀迷会、刀迷俱乐部都可以在这里聚会。来新疆不知道怎么吃、怎么住、怎么玩的，我们已经给你做好攻略了，有6条线路可以给大家选择。朋友们，只要你想来新疆，有任何问题你就来找我吧。你知道吗？刀郎和云朵的这首《爱是你我》其实不是一首爱情歌曲，而是为了英年海啸赈灾公益演出写的歌曲。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。后小沈阳和沈纯阳翻唱，火遍全网。这2天在涿州支援，看那么多志愿者忙碌的身影，能真切地感受到很多人的大爱是无私的。爱是你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，爱是你的手将我的伤痛抚摸。歌曲中这种大爱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它可能来自一个瘦弱的小姑娘，可能来自一个满身大汗的货车司机。很多人驱车几百上千公里运送物资，卸完货物生怕堵车就立马离开，甚至连性命都不留。很多人全身湿透，一件接一件的在卸货，甚至一天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。很多人带上装备，一趟接一趟的冲进灾区救人，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。正如刀郎老师歌曲里面唱的，这时间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任凭风暴漩涡，这是你爱的承诺，让我看到了阳光闪烁，爱拥抱着我，我能感觉到它的抚摸，就算生活给我一寸的苦痛折磨，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。1972年，尼克松访华，送给我国1只耳朵，周总理看到却瞬间变了脸色。
1972年2月，尼克松访华之旅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。他在中国总共待了1个星期，走遍了诸多的城市。在他即将离开中国时，周总理特意在上海为尼克松举办了一次欢送晚宴。晚宴上，尼克松突然当中拿出了一张照片，送给了周总理。照片上是某地的地形图，中间的地形看起来很像是巨大的一只耳朵，因此被誉为地球之耳。尼克松说道，这是今年我们的卫星拍摄的照片，这里是你们国家新疆地区的罗布泊，它已经完全干涸了。尼克松这话一出，震惊了中人。罗布泊曾经是我国第2大内陆湖，1959年的时候还曾测出大面积的湖水，这才过了多少年就彻底干涸了。另外，中国领土的情况凭什么要一位美国客人来告诉我们呢？大家不由得意识到，对罗布泊的探索必须要加快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要去探索罗布泊？我国是人口大国，中国要用只占世界 7% 的耕地养活世界 22% 的人口，因此提高单产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，而科学种田、科学用肥变成了关键。人常言蛋长枝叶甲长根，开花结果用磷喷，但是在当时我国的钾资源十分匮乏，要依靠大量进口。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察尔汗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外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。但理论上讲，12万平方公里的柴达木盆地和56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，从地质资源来讲应该是相似的，因此塔里木盆地也应该有钾资源才对。但这个地球之耳同时也是一片死亡之海，这里无水无路无生命，有的只是一望无尽的荒漠，在这里勘探又谈何容易？你觉得刀郎老师最经典的歌是《西海情歌》吗？刀郎老师这首《西海情歌》歌词背后的真实爱情故事，你知道吗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。男孩和女孩是2个来自南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们俩一同报名参加了环保志愿者，走进偏远美丽的可可西里。女孩被安排在人比较多的藏羚羊观察站，男孩安排在条件艰苦的沱沱河观察站。巍峨的雪山下面是茫茫的戈壁，雪山下面的可可西里因高寒缺氧而被称为生命禁区。男孩所在的沱沱河观察站只有一顶干净整洁的帐篷，里面除了床什么都没有。那里最低气温可达到-40摄氏度，但他生怕女孩担心，每次来上交资料和女生见面时只会讲一些有趣的事情。实际上，女孩早就从同事口中知道了沱沱河真实的情况，2个人就这样彼此牵挂着，苦苦地守护着。再有最后一次上交资料，就有下一批志愿者接替他们的工作了。可就是这个最后一次，女孩却再也没有等到。一天早上，观察站突然来了3辆小车和许多领导，女孩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，而领导们都齐齐地围在她的身旁。女孩愣愣地望着这些不熟的人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男孩还是在工作中意外牺牲了。当听到这个消息，女孩瞬间大脑空白，再听不到其他声音，晕了过去。男孩是可可西里牺牲的第1个志愿者。刀郎听到2个人凄美的爱情故事，被深深的打动，于是创造了这首悲凉的西海情歌。刀郎的这首偏偏90%的人都听不懂。如果说罗刹海市是在批判现实，那偏偏这首歌就是人生指南。偏偏到底讲的是什么？偏偏其实是一个仙女的名字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偏偏背后的故事。同样，它出自《聊斋志异》同名小说《偏偏》，讲的是一个小伙叫罗资福，滨州人，现在在陕西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跟随叔叔生活。罗子福14岁时被坏人引诱去嫖妓宿娼，喜欢上了一个风尘女子，后随着女子去了金陵，在妓院住了半年，最终钱财花光了，还染了一身重病，身体溃烂，被赶了出来。他没脸回家，便开始流浪。有一天傍晚，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子，美得像天仙一样。女子主动问了罗子福的情况，还说道：“我是出家人，你可以随我进山，也算有个住处。”
罗子福听后欣然前往，没想到在这里，女子用一息清泉治好了罗子福的病。这罗子福大病刚好，反手就是一顿表白，最终和这女子相爱，两个人在一起了。他们生活的衣物、食物都是女子用叶子和云朵变出来的。这女子便是翩翩，谁曾想翩翩还有一个好闺蜜叫花城。罗子福一见花城姑娘貌美，便动了歪心思，十足的一个渣男。结果他一有点小动作，身上的衣服就变回叶子。其实翩翩早已看在眼里，但没有责怪他。罗子福这才老实。后来罗子福和翩翩生了一个儿子，聪明伶俐，天生富贵相。又过10几年，他们操办了儿子与花城家的姑娘成亲，两家皆大欢喜。这些年里，罗子福时常挂念叔叔，想回乡探望，但偏偏态度坚决，不能随他一起回去。加上儿子小，需要照料，现在儿子也成亲了，他便带着儿子儿媳返回老家。离别的时候自然是依依不舍，回去之后与叔叔一家团圆。后来罗子福想念翩翩，回去探望，只见得黄叶满路，洞口迷失，再也找不到翩翩了。故事就此完结。那刀郎老师的歌曲《翩翩》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下一期我们接着讲。大汉为了联合西域的乌孙攻打匈奴，派出解忧公主前去和亲，可乌孙和匈奴开战了，大汉却按兵不动，袖手旁观，刘解忧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凝结乌孙，拼死抵抗。原来此时正值汉昭帝驾崩，汉朝内部极其不稳，实在没办法出兵。继位的汉宣帝处事沉着冷静，先派出使者前去商议。公元前71年，大汉决定出兵，派出15万骑兵攻击匈奴。不过还没等他们动手，乌孙这边却意外的大获全胜。这一战后，匈奴从此一蹶不振，这标志着汉帝国自汉武帝以来联合西域夹击匈奴的夙愿实现了，也标志着匈奴的威胁基本解除了。解忧公主20几年的奉献和坚持，最终没有白费。温归米晚年，其侄子尼米夺回政权，继位乌孙王。尼米是当年军须米和匈奴公主所生的孩子。解忧公主刚来乌孙，就是嫁给了军须米。可现在根据习俗，解忧公主也不得不嫁给尼米。尼米很敌视汉朝，也非常残暴，倒行逆施，国人共愤。解忧公主决定背水一战，解决了尼米，可最终以失败告终。解忧公主求助西域都护府郑吉救援，才保住了性命。公元前53年，乌孙内乱，尼米被杀，乌鸠图成为新乌孙王。汉宣帝决定讨伐乌孙，西域都护派解忧公主带来了冯辽前去劝降，最终乌鸠图同意和解，让位给解忧公主的儿子。在不费一兵一卒的前提下，乌孙成为西汉的属国。冯辽因此立功，被封为大汉的正式使节，成了我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位女外交家。公元前51年，解忧公主已年过古稀，带着孙子孙女回到长安。2年后，解忧公主与时长辞。解忧公主终其一生稳固了大汉边界的安全，促进大汉统一西域，为大汉和西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她的付出和功绩不亚于任何一位和亲公主。全世界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新疆开始产海鲜了。目前新疆利用独特的自然优势，成功培育出了三文鱼、南美白对虾、罗非鱼、石斑鱼、鲍鱼等多种海产品。但咱们要讨论一下，海鲜不是在海里养出来的，到底叫不叫海鲜？要不新疆产的叫新鲜？新疆的海鲜到底怎么养殖的呢？点个赞，关注我，给你详细讲讲。大家都知道，新疆有大面积的沙漠戈壁，在新疆南部沙漠边缘的盐碱滩上，专家因地制宜，利用盐碱水含盐量高的特性，模拟调配出了海洋环境，成功养殖出了南美白对虾、
罗非鱼、石斑鱼等。今年南美白对虾产量预计在400吨左右。另外，在新疆伊犁的尼勒克，此地基本没有酷暑，环绕天山的喀什河流淌着天山冰川雪水，水深6米以下的水温常年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下，这为冷水鱼的生长创造了优质的自然条件，在这里成功养殖出了三文鱼，今年预计产量将在3000吨。有人说这属于红鳟鱼，淡水养殖的，有寄生虫，不能刺身。这要说明一下，关键点是天山雪水是流动的、纯天然、无污染的矿泉水，比家里的自来水还要干净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寄生虫。还有一点，无论国内国外哪里产的，无论海水还是淡水养的，任何鱼现在都不推荐生吃。好啦，听我讲完是不是放心多了？但是太偏远地区可能不包邮哦。一个女人用50多年的时间，在海拔4000多米帕米尔高原的10万多个石头上刻上了中国2个字。她每天至少走20多公里的山路，为的是守护着边界线的安全。她就是护边员布鲁马汉毛勒朵。她创造了无数的中国史，只因她有一颗中国心。1942年6月，布鲁马汉出生于新疆乌恰，是柯尔克孜族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19岁的他就义务巡边。早年间，很多边界线没有界碑，布鲁马汉亲手在无数个石头上刻上中国2个字，沿国界线埋下，充当界碑。他说，坏人看到中国时就知道这里是我们的领土，他们就会害怕。以前很少有女性放牧巡边，但布鲁马汉每日早出晚归，将越界的牛羊赶回来，查看陌生人有无进出边界。东古拉玛山口离布鲁马汉的家有60公里山路，他照顾不了家庭，一路上悬崖、乱石滩、沟壑密布，他的腿脚经常被尖利的岩石划出一道道血口，很多次受困于暴风雪中。护边生涯里，布鲁马汉遭受过无数危险，别人的劝说和家庭的矛盾都没能改变他坚定的内心。这一坚持就是50多个年头，刻了近10万多块中国史。他为这些帕米尔高原上普通的石头赋予了特殊的意义。现在他的5个子女都成为了护边员，他常对孩子们说，我因为护边一辈子才过得这么有意义，英雄该被我们歌颂和铭记。2019年，布鲁马汉被授予了人民楷模的国家荣誉称号。关于大眼睛这首歌曲，我要讲一讲，我作为新疆姑娘应该更有说服力吧。大眼睛这首歌曲是刀郎老师在新疆创作的，它的灵感来源于我们新疆的民间歌曲。在新疆，如果你喜欢一个女生，不敢大声的表白，那你啥也不是，你就注定单身吧。在我们新疆的歌曲里面，像大眼睛这样的歌曲太多了，我随便给你找2首。新疆有一首特别火的歌曲叫《甜蜜爱人》，歌词是这样唱的：果园间的风吹让我想起了你，花园间百灵鸟的叫声向往着你，让我日夜都渴望着爱人，在爱情之火甜蜜的爱人，会越来越旺盛不会熄灭的甜蜜的爱人。还有一首像河流流淌，歌词是这样写的：朝思暮想已有数日，长夜难眠黎明不至，弯眉毛的情人，我要像河流一样在你的花园里流淌。朋友们，新疆的歌曲热情奔放，爱一个人就要直抒胸臆，所以大眼睛这首歌曲根本没有问题，你觉得呢？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了打通丝绸之路亲自踏上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，他也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帝王之一。他开创科举，修筑大运河，开疆拓土，击败突厥，远征高句丽。但也有人说他奢侈无度，残暴无比，劳民伤财，最终导致义军四起，王朝覆灭，成为了历史上继秦之后另一个2代而亡的朝代，那就是隋。他就是隋炀帝杨广。对于他，你怎么看呢？公元589年，隋朝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，实现了再次统一。公元604年，35岁的杨广继位，年号大业，迁都洛阳，并下令修建隋唐大运河，全长2000多公里的浩大工程，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。这条运河将中国内地重要的水系连接起来，形成了运输网络。扬州随即成为了隋朝的经济中心。向西，隋炀帝也非常重视，他派遣裴矩来到了河西走廊调研市场，并制定了一系列疏通河西走廊、重开丝绸之路的策略。
公元609年，隋炀帝决定要亲临河西走廊，御驾亲征吐谷浑，在河西走廊邀请西域诸国首领聚会，这是自古以来的第一次。这算不算是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呢？在他的促进下，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世界文化贸易的重要通道。可是一个接一个让国家超负荷运转的举措，快速消耗国力，民变四起。隋炀帝仅仅做了14年皇帝，就被叛军所杀。随后，一个生机勃勃的帝国就此拉开序幕。纵占有他真诚，默默无语两眼泪。柏林生生贺喜归，老师，周末可以大大小小，柏林已响起，你们准备好回家了吗？只留在误入误区难舍的情节，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，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，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，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，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，看一次把温柔和正面重叠。大圣告诉我，中国足球的希望在哪里？朋友们，属于新疆的世界杯在阿图什开幕了。来看现场，世界波倒挂金钩，后脚跟过人，你能相信吗？你没看错，这就是新疆阿图什足球邀请赛。参赛队伍来自新疆10个地州16支队伍。这次球赛的奖金高达210万。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已经是第3届了，想必你也是来过新疆的人。但这阿图什到底在哪里？阿图什位于新疆南疆，是科泽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，是我国地理位置最西的地方。为什么比赛在阿图什举办？因为阿图什被誉为百年足球之乡。阿图什的足球运动已经有140年左右的历史。1885年，阿图什的伊科萨克村正式接触到了足球运动。1927年5月，伊科萨克村足球还击败了外国领事馆的足球球队。这场比赛也都快过去100年了，但热爱从未停止，足球运动已经在阿图什生根发芽了。朋友们，期待吧，中国足球加油！今年新疆有2件事都是一票难求。第一就是刀郎老师的演唱会，4场门票都很难抢。第二就是现在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，听到最多的就是门票没有。阿图什足球赛是场场爆满，有没有懂足球的说一说，阿图什足球邀请赛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？阿图什足球邀请赛现在比赛已经到了1/4决赛，前8强分别是阿图什有2队，亳州、克州、和田、霍尔果斯、伊宁、喀什。这2天4强即将决出，朋友们大胆的预测一下，冠军到底是属于哪支队伍呢？我现在在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八卦城中心，城中真的没有红绿灯，这里就是新疆伊犁的特克斯八卦城。它以我所在的八卦文化广场为原点，向外辐射8条主街道，4层环路，大部分路口都是依托一个小转盘引流，从而实现了主城区没有红绿灯也能四通八达。但是向外围辐射的道路还是可以看得到红绿灯的。特克斯城市内部到处都是易经八卦城的文化符号，八卦文化广场、八卦摩天轮、易经文化园等等，街道的名字也都是用八卦命名的。如果你喜欢易经，那一定要找机会来这里看看。特克斯的魅力还不仅仅是它的文化地域，特克斯还拥有草原之王卡拉峻、原始部落琼库什台、阿克塔斯姑娘峰等一众神级景区。去这些地方，特克斯是最好的落脚点。特克斯城内酒店、民宿选择性很多，夜市也是非常热闹。现在还新开了一个国潮风布夜城。另外，围绕着这8条主干道，正在建设不同风格的福院，目前已经建设完成3座，每天都会有不同风格的表演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。快安排行程来玩吧！这里是不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安装红绿灯的县城？它为什么不安装红绿灯呢？因为这里是全世界现存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，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特克斯县。整个县城根据易经中的天地教尔万物通、上下教尔极致通之一，以城市中心八卦文化广场为原点，
向外发射8条主街道，4层环路，衍生64条街道，层层围绕，通朝无阻，呈现8864卦的医学八卦特征，因此闻名于世。这座县城建于1937年，据说定好中心后，是用8匹白马拉着8根绳子，向8个不同的方向奔跑，以此来确定城区的面积。再用20架牛力，沿着八卦图的8条射线，移出了主干道的出行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通过真正意义上的4通8达的道路，无论走哪个方向都能抵达你的目的地。但同样，不熟悉这里的人大概率会在这里迷路。特克斯县人口并不多，所以这里的交通部门在1996年的时候便取消了城市里的红绿灯设施。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，人流逐渐增大，这座神奇的八卦城到底有没有增加红绿灯呢？有机会来看看吧。古西域的楼兰到底做了什么，才遭到那么多人痛恨？王昌龄的千古名句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，李白也写过“愿将腰下剑，只为斩楼兰”，好像提到西域必有楼兰。楼兰到底在哪里？它真的是像玛雅文明一样一夜间消失的吗？它有怎么样的故事？关注我给您详细讲一讲。楼兰是古代西域的一个小国，早在汉文帝时期，楼兰被匈奴控制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中有明确记载，楼兰古国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岸，是去往西域的交通要塞、必经之路，因此这里贸易发达，国家富庶。但是大汉和匈奴的战争，楼兰正处于双方交战的核心区域，乃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楼兰又是一个墙头草，在匈奴和大汉之间反复倒戈，最终在公元前77年，汉朝大将霍光，这个霍光大家熟不熟？他哥哥你肯定认识，是大名鼎鼎的霍去病。霍光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，楼兰自此灭国，更名为鄯善，王都南迁。后经历了大汉的灭亡，三国鼎立，曹魏时期还在楼兰设置了西域长史，直至西晋前凉后期，西域长史机构撤出楼兰，楼兰城最终被废弃。古楼兰的消失，明确记载是在公元400年，高僧法显在他的《佛国记》中写道：“此地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遍往极目，欲求度处，则莫之所拟，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。”楼兰彻底没了。注意了，这个时候可还没有到唐朝呢。但大家熟知的斩楼兰、破楼兰可都是唐诗，因此可以断定，诗人只是借助楼兰抒发自己的情感。楼兰多少有点惨，都没了，还被写进诗里出气。刀郎到底有多牛？他把停运的2路汽车又唱回来了。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，不光承载了无数人的记忆，也让更多的人通过这首歌认识了刀郎老师。可惜他在2011年的时候停运了，如今他又恢复运营了。这我们要感谢刀郎老师，也要感谢我们乌鲁木齐文旅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为了迎接大大小小来新疆提前给大家准备的礼物。而且试运营当天，乌鲁木齐还下雪了，这就是刀郎老师的魅力。8楼的2路汽车已经成为了乌鲁木齐的新的文化符号。朋友们有机会来新疆打卡吧。刀郎老师的瓜州渡大家应该都比较陌生，但瓜州渡背后的故事应该大多数人都知道。听听这首歌。无灯夜下，我独自一人坐船舱。旋律熟悉吧？没错，瓜州渡讲的就是杜十娘的故事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，随后投河自尽。故事出自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《警世通言》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。杜十娘是明朝京城的花魁，一次偶遇了官二代李甲，两个人情投意合，产生了感情。可是烟花场所，花鲜如流水。李甲本身来京城读书，带的钱花完了，两个人共同商量，凑钱为杜十娘赎身。就这样，杜十娘出150两银子，李甲又借了150两银子，凑齐300两，把杜十娘赎了出来。原本说好回李甲老家结婚，可是回家途中，李甲内心忐忑，因为他父亲是当官的，家法很严，他在外读书，功名没取到，还带回一个风尘女子，担心被父亲责罚。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，但怕肯定是真怕。
在回家途中偶遇翻眼商人尊父，这尊父垂涎杜十娘美色，就游说李甲说：“你这样回家，家人肯定不接受，不如我给你千金，将人带走，你带钱回家也有交代。”李甲本来就在纠结，就立马同意了。杜十娘得知消息，如五雷轰顶。她原本规划得很好，这些年她攒了一箱金银财宝，想着无论如何都能和李甲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，结果转手就被李甲卖了。此刻他以万念俱灰，就在挂舟小船之上，将百宝箱撒入河中，投河自尽。刀郎有一首歌叫《喀什噶尔的胡杨》，发布在2004年的同名专辑中，这是刀郎的第2个正式专辑，是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。刀郎凭借该专辑获得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。点个赞，关注我，给你详细讲讲喀什噶尔的胡杨。喀什噶尔就是新疆的喀什，刀郎老师借胡杨描写了对爱情的至死不渝。我是3000年的成长，人世间中流浪，就算我是喀什噶尔的胡杨，我也会仔仔细细找寻你这个世界，在生命轮回中找到你。见过胡杨的人也许对这首歌有更深的理解。胡杨生长在风沙肆虐的荒漠之中，其生而1000年不死，死而1000年不倒，倒而1000年不朽。从生至朽能经历3000年，3000年岁月早已是沧海桑田的巨变，无尽的轮回，无尽的伤害，无尽的等待。这世间还有什么能胜过胡杨般的爱情吗？我国90%的胡杨林在新疆，全世界最大的胡杨林就是新疆塔里木胡杨林。除此外，新疆还有木雷胡杨林、115胡杨林等等。一年中，胡杨的叶子会由绿变黄，再变红，美轮美奂。不知道红绿灯是不是参照胡杨设计的？马上就要到观赏胡杨的最佳季节了，10月胡杨陆续开始变黄，10月中下旬便是胡杨最美的时间。怎么样？现在做计划还来得及。刀郎老师的《罗刹海市》不是他专辑里最好的歌，我觉得最好听的是那首《花妖》。听《罗刹海市》能让你笑，而听《花妖》能让你哭。听这首歌，它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你一定要知道。一对鸳鸯，生生世世的轮回，两个人同在一城，却不在一世。歌中诉说了女孩万般期许、心酸和无尽的绝望。故事讲了宋朝一个穷小伙爱上了一个富家千金，两个人情投意合，暗定终身。结果被女孩父亲发现，极力反对，命人将小伙杀害，鲜血染红了小伙褐色衣衫。小姐贞洁刚烈，随小伙殉情而去。来到地府，他们的故事触动了阎王，许两个人后几世再续前缘。结果轮回道浅，错过了罗盘，两个人的时空交错，女孩投在宋朝的杭州，小伙却投在了隋唐的杭州。下一世，女孩追到隋唐，小伙却生在了夏朝。两个人就像两条平行线，永远没有交点。我在时间的年轮上像一滴眼泪，悲壮但又渺小。你我擦肩而过，你吹着我吹过的风，你是否还能闻出我胭脂的味道？如果将我起誓的眼泪全部累加，那这杭州城早已变成汪洋大海。我的心已经碎如流沙，放在车辙的旁边。如果有一天你奔波在路上，我便能与你相遇，那应该是我与你最近的距离。不能再讲了，再讲我就哭了。大家记住，在杭州谈恋爱要谨慎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白娘子和许仙在杭州爱的也挺费劲的。在爱情这个方面，杭州有没有成功案例了？刀郎老师都是1000年的道行，你怎么说上聊斋了呢？这罗刹海市改编自蒲松龄的同名小说《聊斋志异·罗刹海市》。上一期我们讲到，故事中的马季来到了罗刹国的海上交易市场，简称罗刹海市。这里到处都是奇珍异宝，马季争光的兴起，一个少年骑着骏马而来，世上的人们纷纷避让。这少年便是东阳三世子。三世子看马季是一帮之人，便与马季交谈起来，并邀请马季同行。来到海下宫殿，面见了龙王。龙王了解到马季颇有文采，便请求马季写一篇海市赋。
描写海市的繁荣之景。马季不负所托，随笔写下1000余言的赋作献上。龙王看了拍手称赞，见马季才华横溢，欲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马季。这才聊了一会儿，就谈婚论嫁。马季听后拍案而起，离开坐席，说道：“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”这马季也是爽快之人，其实马季心中也在嘀咕：这龙王女儿见都没见过，这王河开的有点草率，说是迟，那是快。婚礼已经举办完毕，马季这才有机会偷偷看了一眼龙女。这龙女沉鱼落雁，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仙女。马季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此后，马季便与龙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但外出3年，时而思念故乡。一次，马季忍不住对龙女说道：“我心念父母，你能跟我回家吗？”龙女说：“仙饭道路阻隔，我不能随你而去，我也不能阻拦你回去尽孝。你既有烦心，你我情缘一尽。”马季听后泪如雨下。龙女继续说道：“人生聚合离散，如同日升日落一样平常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从此以后，我为你守贞，你为我守义，你我还是夫妻。我现在已有身孕，你留下心物。3年后4月8日，你乘船到南岛，我将孩子交还于你。”随后便交给马季一袋子金银珠宝，说道：“你好好生活，这钱财几代人也用不完。”次日，马季离开东海，返回家乡赡养父母。他如约没有再娶。3年后来到南岛，果然一男孩一女孩在沙滩上嬉戏玩耍，腰间还佩戴着当初留下的信物，身上还有一封信，道出了龙女对他的思念，也有一些嘱托。马季看完便泪流不止，他十分珍惜这段爱情，为之守义妇儿，对龙女念念不忘，情深意切。马季最后如何？蒲松龄没讲。马季回到现实，可现实又是什么呢？花面丰盈，世情如鬼，蜃楼可见，海市难寻。8楼的2路汽车，你们想坐吗？如果想坐的人多，我要不要考一个公交车驾照呢？这儿正好有一辆，我们去看看。这就是8楼2路汽车最美女司机哈利丹。大家好。哎，你每天开2路汽车感觉怎么样？以前开别的公交车也就是一份工作，我想着把工作做好。可是现在这个开2路公交车心情也不一样，每天都有全国各地来的道迷们来上我的车跟我合影，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合影，我也特别开心。我感觉很多人喜欢道老师，也很喜欢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。哈利丹，其实我也特别想成为2路汽车的女司机，好不好考？说难就难，说容易就容易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哈，这么多按钮，每个按钮都有它的用处，看着就难。这些按钮是风扇的，然后这2个是门的开关门，然后这是锅炉，然后这是自动挡，就是档位。再看这边是灯光，是里面的电视呀、图牌，然后这里面的字，然后这些全是。这能记住吗？要不我还是当售票员吧。好啊，欢迎大家来乘坐2路汽车。平时你看到的古力娜扎、迪丽热巴都不是他们的全名，那他们的全名是什么呢？迪丽热巴的全名是迪丽热巴·迪丽穆拉提，意思就是心爱的美人。古力娜扎的全名是古力娜扎尔·白赫提亚尔，意思就是花儿一样的美貌。哈尼克孜的全名是哈尼克孜·伍曼尔，是小公主的意思。尼格买提的全名是尼格买提·热合曼，意思就是一顿美食。我们的名字都有很美好的寓意，这也正是为什么你看到的那么多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里面都有古丽。古丽翻译过来就是花儿的意思，象征着美丽、漂亮、受人欢迎。但直接叫古丽也是不对的，因为一般古丽不会单独用，前后都会加一些其他的字，如果太长记不住。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见到新疆人你都可以叫嗨阿达西。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迪丽热巴在新疆根本不算美女，大家是不是都听过在新疆3步一个古力娜扎，5步一个迪丽热巴？最近我的视频下面也有很多人说新疆到处都是美女，迪丽热巴在新疆根本不算美女。我承认新疆美女可能是相对多了一点点，但是迪丽热巴绝对是新疆顶尖的美女，都不用说她的穿着和造型，就纯素颜区比较，她大大的眼睛、
高挺的鼻梁，精致的五官比例，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。我虽然也有，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另外，她的身材也是无敌，而且一直保持得非常好，不光是天生丽质，后天还很努力。最重要的，她的性格和人品都非常好，出席各种活动，一些小细节都能体现得出来。热巴一出道，我就是她忠实的粉丝，谁说她不美，就是说我不美，我都会拿小本子记上。记住哦，新疆很美，人美，景也美，不是都美，但大多都美。在新疆居然有一个从东北迁移过来的民族，这一民族能征善战，又懂得农业，但200多年前，他们却携家带口，千里迢迢从广袤的东北迁移到新疆伊犁地区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原来乾隆年间，新疆发生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，叛乱镇压下去以后，当时那个地方没有人戍边，所以乾隆皇帝下令找一个既能征战又懂得农耕文化的民族西迁，最后就选择了锡伯族。1018名官兵加上家属，有3000多人告别了自己的故乡，步行走了1年3个月到达新疆，所以新疆才有一个锡伯族自治县。他们为守卫新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锡伯族西迁的这一波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、民族的利益，放弃了自己很多东西，所以这个民族在中华56个民族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民族，是值得大家铭记在心的一个民族。锡伯族现在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西迁节，这一节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比春节和其他节日都更为重要。西迁节也在2006年的时候被国务院批准，成为我国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。锡伯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这里还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女明星，她经常为家乡做宣传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相信这绝对是你的童年记忆。亲爱的，这动画片你看过吧？聪明善良的阿凡提和八一老爷斗智斗勇的故事。现在全国各地能见得到很多八一老爷的餐厅，在新疆喀什还有一个八一老爷的家。这八一老爷到底是谁？其实八一在维语里意为富有、有钱的意思。八一老爷是形容在当地有钱有势的人，不是指具体的某人，而是一类人。类似于汉语里的富豪，有时候也可以表达尊敬的意思。在众多的八一老爷中，有像动画片里面那样贪财吝啬的，但相信更多的八一老爷应该是睿智、善良、乐善好施的。快想一想，你身边有没有八一老爷呢？来评论区艾特